这个油管的老王啊，自从被加冕成为中文时政油管主的王者之后呢，他闲着没事干，天天就在那儿数数，看看他又超过了几个台湾媒体的油管账号。有人说他嘚瑟了，然后也有人说要给他兜头浇一盆凉水，让他清醒一下。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请这个卡尔森给老王来指导一下工作，看看他在加冕之后啊，是不是真的无所事事啊？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要好好想一下。那其实呢，不难想象，有3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从纵向来看的话呢，他可以继续发力来发展自己的油管，争取早日成为这个第一个1000万级别的中文时政的大 V。那这个方向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呢，只不过涨粉啊是需要时间慢慢来的啊。第二个呢，从横向来看的话，王志安他一直在心心念念想要从这个自媒体转型做专业的媒体人。那所以一个思路可以考虑就是创建一个在线的新闻网站，提供全品类的这个新闻产品。当然呢，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不搞这些大而全，而搞这些小而精，就是专注打造新闻的精品跟王志安的个人品牌。那所以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路呢？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当前的这个海外华语新闻市场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从市场的概况开始，所谓的这个海外华语新闻市场呢，有3个关键词，那分别当然就是海外华语跟新闻这3个字，对不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很明显是海外，那也就是说意味着说新闻产品的这个消费者肉身需要在海外，或者是他能够翻墙出来消费这些产品。同时呢，也意味着这些新闻产品的生产者，他们能够在墙外独立的运营。那第二个关键词是华语，那其实也就意味着说能够用中文生产，能够用中文消费。第3个关键词呢是新闻，那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市场主要围绕着新闻以及这个衍生产品来展开。这3个关键词基本上定义了我们这个市场的边界。反映在世界地图上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些有颜色的区域，传统上也是华人聚集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海外华语新闻市场的规模大致上有1到 1.2 个亿的人口，这个体量呢，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日本整个国家的人口体量。如果我们只考虑身在发达国家的这些华人人口的话，也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人口体量。其实这个市场的规模，说实话还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呢，考虑到翻墙的中国人比较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就比如说开两会墙会升高，所以呢，台湾人口在海外华语新闻市场的这个占比呢，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在了解了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新闻消费者的一些典型的需求。我把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消费者分成了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消费者呢，他们是比较早期的老移民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外语水平也非常有限，他们非常依赖于国内的媒体跟国内的 App 来解决信息跟娱乐的需求。当然他们也会看法轮功的一些节目，所以他们是听床师阴谋论的忠实的听众。很明显他们也会是法轮功的这个目标人群。第二种消费者呢，实际上是比较富足的新移民，或者是已经融入的这些2代，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然后因为需要维系和国内的这个联系也因为对中国相关的一些事物有兴趣，所以他们会看一些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时事新闻。不过呢，这群人他们普遍厌倦了充斥在油管上的那些不靠谱的新闻，那些张口就来的听床师，也对于轮系的一些媒体呢，有一些天然的排斥的心理在里面。第3类人群呢，当然就是很多掌握了翻墙技术的国人，他们对于墙外的世界要么就是很好奇，要么本身呢就在计划肉身翻墙。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翻墙看新闻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刚需，因为国内的媒体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也因为在疫情期间的一些经验呢，他们需要找一些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作为他们在非常时期的一些决策和行动的依据。第三种典型的消费者主要在港澳台因为这些年的一些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因为比如说在台湾的这个阵营对立比较严重他们时常会有比较严重的割裂感，也会感到一些焦虑。因为看惯了那种立场先行他们也渴望听到一些相对独立客观、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的一些声音。然后呢，这边其实有提到第5类人群是因为我看到王菊他这个油管频道有专门做一个英文的频道，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类型的需求？我相信英文的消费者他们关注的点跟华人的点会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除非你是专门针对他们来做选题，否则的话你只是把华人的热点翻译成英文，我相信个别的视频会有成功的这个概率，但是频道整体要做成功，我觉得机会不太大。另外一点呢，就是王菊的这个英文频道，它实际上是用 AI 技术来合成英文的语音，虽然效果还不错了，但我相信还是能够听得出来这个是合成的效果。更何况如果王菊把它放到英文的 YouTube 里面，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优势，它怎么能够脱颖而出，这是一个问题。第三点的话就是油管对于这些语音合成技术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喜欢，他们用 AI 来扫描这些油管的频道，可能会导致一个误判，有可能会把他的这个频道限流，甚至可能会打击这种类型的一些用 AI 语音来做油管的这么一些情况何况这种技术将来的话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会是油管官方提供的一个标配。所以我个人觉得，与其是现在耗费大量的资源来做这个英语版本的王菊的这种新闻节目，你还不如集中精力服务好华语的人群现阶段的话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精校英文的字幕就可以了。王菊这个英文频道目前在做的事情，将来有可能基本上能够一键生成。然后在了解了消费者的典型需求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市场上目前的一些供给端。这一次呢，我主要研究了一共有40家媒体，名单当中包括了如雷贯耳的华尔街日报BBC， 也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纪元等等。我把这些媒体呢，基本上可以分成4大类，分别是外媒的中文频道、法轮功的媒体矩阵、台湾本地的一些传统媒体和一些创新媒体。那这几家创新媒体呢，主要都是创建在2010年以后各有各的风格，有些用了一些新的区块链技术，有一些呢则代表了新闻界的一些资深人士对于做新闻的一些思路以及新闻哲学的一些再思考等等另外想说明一下，虽然海外来说我觉得大陆媒体不是主要的玩家，不过呢我还是有选择性的挑选了央视、凤凰网跟这个新浪网作为将来做研究比较时候的一个基准线。首先如果我们把这些玩家做一个定位的话呢，按照专业媒体、自媒体公信力的高低来划分区间的话呢王志安跟柴静他们的油管频道基本上是属于公信力比较高的自媒体，而外媒跟一些创新的媒体他们是属于公信力比较高的专业媒体的类别。换一个角度，这一次如果我们用影响力跟商业前景来重新定位这些玩家的话呢，台湾本地媒体跟王志安的油管频道，这些都是属于影响力比较高而且商业前景比较看好的媒体类别。接下来呢，我们把自己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新闻产品跟分发渠道上来看一看按照内容的赛道来分类的话呢，时政类的自媒体他们主要集中在政治这个类别，偶尔也会触及到经济跟社会类的一些事件。如果按照传播媒介来分类的话呢，王菊的节目目前主要还停留在油管和推特这2个社交网络平台，当然可以考虑适当的延展一下。如果按照地理范围来分类的话呢王志安目前更擅长的还是在做国内时政方面的一些内容。如果是按照呈现方式的不同来分类的话呢，
其实文字类的报道跟音频类的新闻无疑是可以在很多不方便的场合，或者是让身障人士可以无障碍的接触到王志安的新闻内容。在这个坐标系里面呢，我们按照时效性跟内容的深度两个维度来重新划分了新闻产品的细分市场，我们可以得到4个不同的区间。第一个区间时效性最高的肯定是通过推特来发布的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新闻比如说推特最大的一个 V 这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的推特账号平时发布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些消息，所以也是这种类型的新闻的一个主要的集散地。然后油管上我们看到王健他会做一些新闻的简报，然后五月散人他会做一些基本上一天更新2次这种频率的时事点评类的节目，其实我觉得都属于是这种时效性很高，但是内容的深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区间。第二个区间呢，以王局在台湾大选期间发出来的这种全方位的现场报道，以及他平时会定期发布的王局拍案的系列，其实是属于这种新闻特写类的节目现场报道也好，新闻特写也好，其实都属于时效性很高，而且内容有深度的这么一个区间。第三个区间呢，柴静他比较擅长做的一些专题纪录片以及原力的不明白播客其实是专注于人物访谈，他们的内容呢都属于内容有深度但时效性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区间。第4个区间呢，这个区间基本上没有新闻的硬菜，都属于软新闻的范畴。然后呢，华语新闻的传播渠道其实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了一些在线的新闻网站、播客的平台、推特、脸书、TikTok 跟油管等等等等。不同的平台在传播新闻方面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这个新闻细分市场。王志安的主场是在油管推特只是辅助，而其他的这些新闻产品的一些分发渠道，它基本上没有怎么探索，也没有怎么去开发和利用。下面呢，我们重点看一看，就是目前在这个市场上有哪一些玩家，以及目前的一个竞争的格局。我挑选出来的这40家媒体，他们每个月访问的总人次达到了3个多亿。然后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他们的平均年营收加起来也超过了3个亿的美金。作为最大的单一市场，台湾无疑在这个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台湾的新闻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如果你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全品类的媒体平台来参与竞争的话，我觉得胜算的把握不大。不过台湾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本地媒体的信任度一直不太高主要因为蓝绿2个阵营长期对立，然后不同的媒体呢，因为阵营不同，它也会立场先行，所以泛政治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另外呢，也因为是市场化的这个媒体运营嘛为了流量所以新闻过度娱乐化，一味的追求这种眼球感官刺激，会导致有深度的报道不够多不够好。所以呢，纵观台湾市场，像王志安这样一种争议很大，然后个性鲜明，同时呢专业度也得到很多人认可的这种人物并不太多。所以如果用差异化竞争来凸显王志安的个人品牌，然后用深度报道和第三方理性客观的视角来打开局面的话呢，反而有可能为王志安赢得台湾市场的一席之地。如果刨除掉台湾这个最大的单一市场之外，其他的海外地区的话呢，毫无疑问美国是最重要的，然后这里也是轮系花最多时间去精耕细作的大本营。那如果再刨开美国之后呢，剩下的这些区域呢，华人的分布相当的零散，这个华语媒体的覆盖率超级低。一方面呢，可能表明供给不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表明消费者的习惯呢需要培养。再一个，我觉得也因为它这个因为相当的分散呢，也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如果
刨除掉台湾之后的其他地区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其实形成了外媒、轮系跟创新媒体三分天下的一个市场格局。如果我们用跳出率浏览网页的数量跟停留时间这3项关键指标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大陆媒体其实是最优的，然后轮系紧随其后，外媒排第3。台湾本地媒体和创新媒体其实不相上下。说实话，我原本最看好的是这些创新媒体哈，我本来想用他们作为一个商业案例来分析研究，不过说实话他们表现非常一般所以说明这些创新媒体的实践未必能够给王志安指明发展的方向。轮系媒体的表现反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内容非常的地摊文学哈，他们的网站设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但他们的这个实际效果呢，仅仅次于向来以专业著称的以央视为代表的大陆媒体，甚至强过很多高大上的外媒。所以不管轮系他们多么的不靠谱，至少在做媒体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比起只会开会，只会见证，只会去募捐的这些海外民运来说，我觉得轮系的表现还是要强太多了。表扬完了以后，话说回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并不是轮系他们的工作做得多么的优秀，可能只是表明因为供给不足，缺乏竞争，所以这些消费者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表现在这些关键的这些质量指标上来说就看起来非常的优秀哈。不管怎么样，既然轮系媒体这么成功，还是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我觉得有2个方面的原因是他们成功的关键。首先第一点，市场出现空白的时候，他们的卡位非常及时到位当时外媒不接地气，甚至可能都还没有开始提供中文的服务，而党国的宣传机器又不那么给力，所以导致轮系的及时出现能够满足老一代移民对于信息和新闻的一个渴求。而当油管出现自媒体的机会的时候呢，轮系的这些人又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文昭在油管成功以后，在示范效应的感召一下轮系个个都投身于自媒体的创业大潮，然后他们非常成功地站在了风口，这个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个敏锐的这个洞察哈。第2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在于轮系他们正确地运用了群狼战术。因为在法轮弟子里面没有一些影响力非常大的专业出身的新闻人，所以如果他们出去单打独斗的话，肯定不占任何优势。但是一群狼围上来就非常可怕了，一般人是对付不了这些分工非常明确的一些群狼的围攻的。所以群狼战术呢，让轮系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在线新闻网站以及自媒体领域卡位成功，并且非常快的就形成这个规模的优势。一个非常典型的运用群狼战术的例子，就是轮系旗下的一个叫做干净世界的网站因为轮系旗下的各个网站、各个自媒体大 V 都源源不断的往这个新网站引导流量，然后各路轮系油管大 V 都被要求要上传同步自己的油管视频到干净世界这个网站，所以这个要内容有内容，要流量有流量，在短短1-2年时间以内呢，就可以非常成功的从零开始打造了一个山寨版的这个油管。所以类似这种成功的例子很多所以这个我们的李大师呢，实际上就可以躺赢数钱数到手软，根本就看不上文昭手里那点歪瓜裂枣的，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多人不明白，像文昭江峰这些聪明人，虽然他们明知道如果摆脱了法轮功的负面影响，他们的这个油管大 V 的发展会更好一点，但他们就是舍不得去切割。原因就在于说，他们可能舍不得这个教主打下来的这个花花江山搞不好将来自己也还有一份呢，对不对？其实呢，要破解李大师的这个群狼战术呢，也挺简单的，因为潜水艇在飞机眼里就是一个2维生物，
反潜机呢，对于潜水艇能形成降维打击的优势，所以航母战术呢，就是破解群狼战术的一个最优解。有强大的个人感召力的这个王志安，它本质上就是一艘航母，而在王志安被围剿事件当中站出来的众多的油管小 V 呢，就相当于是一些舰载机，他们的独特优势能够形成对于轮系的降维打击。在分析了这个需求啊、供给啊、产品啊、渠道跟竞争的格局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华语新闻这个市场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王局的机会到底在哪里。这个 SWOT 分析呢，非常清晰明了的列出了王志安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大家有兴趣可以详细看一看这些点。不过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目前海外华语新闻出现了市场的空白，而王志安不管是自愿也好，或者是被时代推到这个位置上来说，他本人具有的一些优势呢，让他天然可以填补这个市场的空白。不过呢，如何把愿景落地呢？要如何实现呢？我们要看一看有哪一些值得参考的例子。这个塔克卡尔森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王志安，他作为美国主持人的头牌影响力非常的大，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就被福克斯新闻网无预警解雇，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抓马。所以他的人生经历跟王志安他不能说毫不相干吧，简直是一模一样他就是王志安的美国难兄难弟，所以有机会真的要促成他们两位见面好好聊一下王局也能向他多讨教一下经验，因为卡尔森他不但也是这个推特跟油管大 V， 他还成立了自己的新闻网，短短1年时间就能把自己的这个网站流量做到有老东家福克斯新闻网的1/10，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卡尔森的实践对于王局非常有参考价值，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自媒体其实已经能够碾压传统的媒体了，所以一个成功的自媒体人并不需要非要做回去专业媒体，非得回央视，不一定非这样因为打造个人的 IP 呢，其实反倒有可能最大化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作为卡尔森的中国兄弟，我觉得人称塔克王的王志安，接下来的话呢，大概率我觉得应该也会追随卡尔森的脚步，成立自己的新闻网，名字我都帮他想好了，就叫塔克王新闻网，传播效果好，还押韵，对不对？那其实说正经的，王局成立自己的新闻网是有其必要性跟紧迫性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过于依赖油管跟推特这些社交网络平台的话呢，账号一旦被封禁的话，你这个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因为王局得罪的人很多他之前的推特账号就曾经被人恶意举报，遭到平台的封杀。那还好他最终通过申诉把账号拿回来了，但是如果万一某一天他的账号被人家黑掉，然后发了一些很不合适的内容，然后这种情况可能账号就会一旦被封禁，永远都没有办法通过申诉拿回来，而且他还会永远禁止你这个人再重新申请任何一个新的账号。碰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就真的可能在网上的存在就彻底消失了。所以这种风险必须要提前防范，并且早做打算。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可以掌控的一个根据地。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新闻网，你可以不受限于油管跟推特的内容审查，以及不受平台的这个算法跟流量的束缚，还能够非常自由的尝试更多样化的新闻内容跟新闻的形式。我觉得这一些对于非常珍视新闻自由的调查记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于说呢创建这个个人的新闻网站是建立王志安独立个人品牌和个人 IP 的第一步。王志安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就是做很多的新闻精品，然后更多的发挥自己做独立调查记者的一个长处。
在海外的中文互联网上，其实已经有了不少王志安的忠实的粉丝啊，他们也可以聚集在这个平台上啊，比如说留言啊，比如说互动啊，然后和王志安形成一个合力，共同创建就是最优质的一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呢，也不会随着账号的封禁或者因为油管的审核被删除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就是创建这个新闻网唯一的顾虑就是，可想而知，这个网站非常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不过我觉得呢，如果黑客攻击一个托管在例如亚马逊云服务上面的这种正确配置了所有的安全服务，运用了最佳实践的这么一种网站的话呢，和它攻击大型社交网络登录账号的难度其实应该也没差太多。所以我觉得只需要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的话，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太过担心。当然以上呢都纯粹是我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不一定对所以欢迎您在视频下方也留下您的看法和我们交流。这里是爱生的频道，如果我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这个视频给您的朋友，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